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小田切惠三郎医生的著作《医疗常识的真相与谎言》。在如今这个可以通过电脑、智能手机和电视轻易获得各种信息的时代，我们常常会疑惑到：这些信息是真的吗？甚至因此感到焦虑或不安。本书正是针对这种医疗信息泛滥的时代背景，带领读者一起去思考哪些医疗信息值得相信，我们应该如何辨别真伪，又应该怎样培养不会被误导的思考方式。在读完这本书后，你或许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理所当然的医疗常识，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。通过了解背后的真相，您可以摆脱无谓的担忧，以更加轻松、愉快、安心的心情度过每一天。以下是本书的部分内容节选。首先是第一个主题：血压超过标准值就会有生命危险。答案是错误的。我们经常听到高血压很可怕这样的说法，但作者指出，这种恐惧被过度夸大了。即使被诊断为高血压，也并不意味着马上有生命危险。实际上，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在过去几十年里多次被修改。如果只看收缩压的标准，1987年时是180毫米汞柱，1990年改为160毫米汞柱，到2000年进一步降低为140毫米汞柱。这个标准一直沿用至今。您可能会惊讶，以前180都算正常，那么为什么这些标准会不断改变呢？根据日本高血压学会的说明，基准值的制定是基于科学研究、专家意见和临床经验综合得出的，并且会每隔几年更新一次，以反映新的研究成果。换句话说，标准并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，而是根据时代与研究而调整的参考值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学会同时也明确指出，医生在遵循指导方针的同时，应根据每个患者的个别情况做出最合适的判断和治疗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需要治疗与否，该把血压降到多低，都不尽相同。作者认为，这种标准的变化也说明，血压基准值并非绝对的真理，而是一个会随情况变化的参考指标。当然，血压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可以降低疾病风险。如果血压过高，心脏每次跳动都会对血管造成较大的压力，长期下来可能导致动脉硬化。所谓动脉硬化，就是血管失去弹性，血管壁变厚，管道变窄，甚至可能破裂或被脂肪堵塞。这些问题往往是常年累积形成的，有时可能突然爆发。这种风险需要多少年才会显现呢？作者说，那只能说是靠运气。从统计上看，成人死亡原因首位仍然是癌症，即使加上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，也要到90岁以后才超过癌症的死亡率。如果你想减少将来可能出现的高血压风险，当然可以通过调整饮食、改善生活习惯或服用降压药来帮助控制。但请记住，即使您在严格的保持健康，血压标准完美，也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得心脑血管疾病。反之，高血压的人也不意味着马上会丧命。人体其实很聪明，当血管变细时，身体会自动调节压力，以确保血液流动。这种自然调节机制本身就是高血压的表现。所以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血压上升，并不一定是异常，也可能是身体在自我调控。作者提到，他的诊所里有许多80多岁仍然精神矍铄的老人，他们每天做喜欢的事，开怀大笑的生活。作者这样说道：心脏停下那天为止，能快乐的活着就足够了。因此，血压稍微高一点并不需要焦虑，也无需感到内疚，保持轻松自由的心态才更重要。毕竟，医疗的本质不是让您恐惧，而是让您安心。接下来是第二个主题：当医生说这是因为年纪的关系的时候，就只能放弃。答案是错误的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去医院看病时，医生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是因为年纪的关系，没什么办法。”听到这句话，
心里顿时一沉。但作者说，这种医生的话，请立刻忘掉，因为这句话的本质是在说，你老了，所以治不好了，请接受衰老的事实，放弃治疗吧。当然，选择接受衰老，悠然生活，也未尝不可。但如果您心里想着，我还是想改善，那就该换个思路。例如，您最近经常咳嗽，医生说这是因为年纪的关系，你也许就此放弃，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咳痰的力量变弱，所以痰排不出去，导致咳嗽。那么只要化解痰液或用药物帮助排痰，即使上了年纪，咳嗽也能改善，这才是治疗的真正意义。作者提醒我们，把身体的不适都归咎于年龄还太早了，身体的任何器官不使用就会退化，因此能用的器官、感官、大脑都要尽量继续使用，保持活动，让身体持续运作，是维持健康的关键。所以，不要因为医生的一句因为年纪的关系就放弃，能做的事做到力所能及的范围，继续享受生活，保持乐趣。接下来是第3个主题，网络上的医疗信息可以相信？答案是不能一概而论。现在，网络已经成了万能的信息源，像百科全书、字典一样，什么都能查到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信息中，很多来源不明，带有偏见或个人臆测，要从中挑出真正正确的内容，非常困难。尤其是关于医疗或健康的信息，如果照单全收，非常危险。相信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自己上网查症状，结果发现竟然和某种大病的症状相似，比如发热、皮疹、疼痛、瘙痒等，这些都是许多疾病的共同表现。因此，只要症状列表稍微详细一点，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几个对号入座的地方。然后您开始担心，我是不是得了大病？这种不安的情绪会让本来平静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阴影，让您连平时喜欢的事情都无法专心享受。即使您去和家人、朋友倾诉，他们安慰您一句“没事的啦”，听起来温暖，但其实毫无医学依据。于是，焦虑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人生中忧虑的时光也就随之增加。因此，作者的建议是，网络上的医疗信息只能作为参考，一旦感到不安，应尽快就医咨询专业医生。如果医生告诉您没什么大问题，那就能安心，在合适的时刻从合适的人那里获取信息，这才是面对医疗与健康的正确方式。接下来是第4个主题，更年期之后，人生就会变得光彩夺目。答案是正确的。女性在进入更年期前后共约10年间，即停经前后各5年，体内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会发生剧烈变化，因此常会出现各种身体与情绪上的不适，这些统称为更年期障碍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一旦度过这个阶段，许多女性反而会开始重新爱上自己的生活。在此之前，很多人一直忙于家庭与工作，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在为家人、为他人付出金钱与精力的日子里，身心都难免感到疲惫。但当更年期结束时，终于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时间，身体逐渐恢复活力，对美容、饮食等方面的知识也更丰富了。当这个阶段的女性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时，人生就会开始变得如花般灿烂。喜欢的东西可以是艺术、旅行、阅读、电影、运动，甚至是追星也没关系。特别是女性，一谈起自己喜欢的艺术家、偶像时，整个人会神采飞扬，焕发青春光彩。作者认为，从50岁前后开始，更年期过后这段时期，正是女性在人生中最容易闪光的阶段。无论是工作、爱情还是兴趣爱好，都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快乐。接纳我喜欢的事物，投入热情，让心灵自由舒展，这正是更年期之后最美好的人生状态。接下来是第5个主题，预防医疗是长寿的秘诀。答案是并非如此。
如今的预防医学大致可分为3大支柱：一、健康促进，了解自己当前的健康状况，并以维持或提升健康为目标，包括定期健康检查、预防接种、改善饮食与生活习惯、适度运动等。二、早期发现与早期治疗，如果健康检查结果显示异常，通过复诊或进一步检查，尽早发现并治疗疾病。三、康复与复健，通过康复训练与生活指导，帮助病人恢复到接近健康的状态，同时防止疾病复发。听起来很完善，但作者指出一个现实，就算做好预防，大多数人还是会生病，有时候病来的出乎意料，甚至是从未想过的疾病。所以，与其担心未来的病，不如在生病时再去面对。那么，医疗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呢？如果目标是让人不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人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。在接受这一事实的前提下，医学的目标应是帮助人们在临终前尽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、灵活的身体、愉快的食欲与良好的生活质量。换句话说，医疗的使命不是延长生命本身，而是帮助您活得有质量、有尊严、有幸福感。作者最后提问：您希望过怎样的人生呢？也许您希望只是平稳长寿，不给他人添麻烦，不生病，平静离世。无论哪一种，未来都是从现在的延长线上生长出来的。只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按自己期望的方式去生活，那就是最理想的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